没有搞啊，我们都没有搞的，直接开始。我想说你要怎么 opening？ open 你直接开始啊！大家好，欢迎回到聊标吧。超级，我是李欧。今天请到了来自我们高雄的陈一凡选手，耶！大家好，已经开始了，你知道吗？已经开始了，好，对，已经开始了。大家好，你可以帮我看一下有没有录吗？啊，有在录。你到底要剪成多碎啊？我都剪很碎啊，你都剪很碎吗？对啊。大家好，我是陈一凡，对，我来自高雄的8大使队伍，主场店家是 Summer Life， 目前的赞助商是 Gorgeous 标服定制。啊，那个是什么？这个是高雄飞镖联盟。哦，因为我们高雄有周三小联盟的，你们有出一个，对，出一个 logo 这样。对。啊，这是阿龙的林正龙的炒饭店，他开炒饭店啊？他开炒饭店，然后他的飞镖店，哦，他有2家店，哎，对，就开在一起，就在开隔壁间，干好酷哦。好哎，你很棒哎，你会自己 Q 自己的赞助商，人很好。会吗？对啊，摆在这边，从头讲到尾，也没有管他，也不太好。那我其实不认识小白，但我会找他拍呢，是因为我在网络上看到他的动作实在太漂亮了，我就问了我的朋友有没有人认识小白，然后就刚好来台北打 TCO， 然后就噔噔可以拍到他，谢谢。你现在打标多久？现在打标我大概是2012年暑假，高中的那个，高中升大一那个暑假开始玩的。你大概多久升16？多久升16吗？对啊，我不是太有天赋的人，所以我玩1年多，可能大师 life D2 还没有10级。然后后来因为同才跟一起玩的人都练上去了，我就开始专心练。我大概花4、5个月从10级到14、15级，4级到14、15级，10级到14、15级，那也很快啊。你总会说每天分，可是我每天花非常多时间练，大概8、9个小时。那个时候搞学生闲嘛，哎呀，然后那时候凤凰都会有 Happy Hour， 对，一天可以打1000多块 Happy Hour， 对，1000多块，对啊，好强啊！那不是一场只要10块吗？你可以打那么多？对，一个 match 20块这样子，打1000多块，好，然后就练到14、15级，后来当然也有卡一下，然后遇到我的师傅，师傅带我给我一些正确的观念之后，大概又花了半年就到 D2 17，所以大概总共达标应该是2年半快3年的时候是在 D2 17级。很快啊，我觉得很快啊，当然有更快的啊，但是就是我自己觉得那样算蛮快的啊。对，我其实自己想问你的问题是，那个你不是说你的朋友都升上去了，然后你没有升上去，你也很认真练，对，因为我有一样的对，我有一样的经历。那你是怎么？因为我后来就是因为这样，我就不打了，我有不打1年就没有玩，对，我就没有玩，我就放弃了，标店也没有去，都没有去，就是真的完全不打。对啊，然后那你那时候是还有继续坚持吗？有，我有去。那你那时候心里应该也是感受不太好吧？心里就是不服输的感觉嘛，对啊，就想说，因为大家比如说 D2 10级以下，大家相聚在飞镖店玩，就是丢的开心，对，吵吵闹闹，可是莫名其妙，我的朋友们吵吵闹闹就练上去了，对啊，然后我就想说，那我缺人家什么？我就开始去网络上面找影片，找日本的影片，找日本的影片。那时候有用 Google 翻译，一句一句翻，慢慢看，然后去想自己的飞镖动作，因为看日本人的影片，主要都会发现说，除了个别之外，普遍日本人的动作都有一套他们的理论在，或是有一套可循的轨迹在，我就慢慢去找他们做到了什么，然后我跟着去模仿，你就这样自己研究，然后对。那你还有跟他们打吗？还是就是自己归起来研究？跟那些朋友吗？没有，我比如从10级到14、15级那一段时间都窝在一个像简餐店的地方。然后它有飞镖机，对，然后我坐在那边，然后因为它有 Happy Hour 嘛，那个时候有高雄一个，那时候算 Top 的，
老大哥，就刚好那段时间都有空陪我一起玩。哦，所以我那4、5个月大概只有那老大哥看过我在练标，所以你就是藏起来。对，所以我一出来，人家都说，怎么小白变强，睡一觉醒来就会打标了。去刷卡，人家说你用按的，按那么高级干什么？要问你是怎么丢标的，就是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丢标的想象，就是像比如说我一开始学是红心跟标还有眼睛是一条直线嘛，有点像打靶这样，要沿着这条直线过去。那你自己是因为我们刚刚有拍很多角度，那你可以解释一下你是怎么丢过去？做瞄准那一些吗？对啊，你要拿标吗？你可以拿标，拿一支标吧。那我目前使用的飞镖是 A-Flow 的标身，它是一个选手款，一个叫 Gas， 大家俗称巧克力的选手款。它的长度是58，重量是18。那我习惯握在，不管拿什么飞镖，我都个人的习惯都握在最后面，因为我的理念是，只要我握在标的最后面，什么标丢起来都像前中标，我不会觉得它是一支平衡标，这是我的想法。因为我们给飞镖力量是食指跟拇指，我们食指跟拇指前面往前的质量越大，你丢起来离手的手感就会比较明确。你握中间，你丢出去，其实这些重量在后面你是不太容易感觉得到的。可是你握在最后面，你丢出去，你推动整支飞镖的时候，它会带给你更多的手感。那你没差是不是？那个重心呢？重心在哪里？你没有差。重心在哪里？我个人都觉得，当然丢起来手感会有差，可是只要你握在最后面，通通都一样。哦，可是这样会有它的距离啊，就是你跟重心的距离不一样，它丢起来感觉不是会不一样吗？对，所以我普遍都用直筒，那个是吗？没有，我以前也没有拿直筒这样。我觉得用后面去均衡前面的重心。哦，像我有前阵子用另外比较短的飞镖的时候，我就会用短一点的尾杆。因为就像你说的，重心有偏差，它整支飞镖的平衡性要有。这个握法跟握点的位置，给你的感受是手感上的不一样。你要让它飞得好看，你当然还是要根据你的标身去配置你后面的尾杆跟尾翼啊。那你尾杆现在是用什么？我目前都是用 L 号的一体型尾翼。因为我个人很讨厌在比赛掉标翼，所以我后来都使用一体型的。是康斗的 L 长度嘛？然后是正常的那种，他给的都可以。我个人都可以用。好，那你可以讲你是怎么持标的吗？握标？持标，因为刚刚讲到你握在最后面嘛。我握在最后面。对。那我的食指，我会推荐人使用第2指节或是第1指节，随便你怎么称呼，反正就在指节上。因为我有强迫症啊，所以我觉得你用在指腹上面偏差值其实蛮大的。当你在比赛中紧张的时候，你可能差一点点，你手上在紧张，你感觉不出来。可是，在指节上，你会很明显感觉到它就在那个痕里面。那我是抓飞镖的上下位置，是这样子抓的，拇指顶在下面，食指包在上面。那中指就轻轻扶在旁边，那无名指跟小拇指就放松放着就好了，这是我的握标方法。出手的时候会想象，因为我的拇指在正下方嘛，我会想象我的拇指才是飞镖的轨迹线的正中心，所以我会用拇指去对准我的目标物。这是我的握法。好，那你可以解释一下你的丢标的机制是什么？我丢标的机制，首先我们从瞄准讲的话，我会跟人家说，你试着眼睛聚焦在红心上面，那你的手举起来的时候，通常你的手跟标翼会形成一个2只眼睛的交叉，它会变透明的。然后我就是用透明的这个飞镖翼去挡住你的目标物，
当你这样子挡住的时候，通常这个位置就是你该放开的地方。这是最基本的瞄准方法。那后来有钻研一些，因为日本他会拍很多那个有关节有线的那种，对，丢的那个东西嘛。然后我就去看，后来我就发现说，不管他再怎么瞄，他通常一定会在90轴尖上来这个90度角线上面之前就把飞镖放开了。后来想通是，因为我们飞镖有飞镖翼，它一定会有抛物线，不管你丢的再顺再快，它一定会往上飞再往下掉，所以我们要顺从它的物理原则，我们一定要给它，不只给它前的力量，还要给它向上的力量，那就是人家所谓说的延伸。当你做到这个的时候，你的手就会长得像这样。像投掷一样投出去，有些人会说推啊或甩，我通常都只会称作为投，因为它就是往前上而已。推跟甩容易带给人家一个误会，说它只需要往前的力量就好，其实往上的力量是最需要的。不管你是打 top double 20 double 3，你一定是要让飞镖往上飞再往下掉。这是我的基本的飞镖逻辑概念，用这一套概念的话，会对你的姿势有帮助。因为你会发现说，有些人可能会瞄很外面，可是你拿慢动作拍它，它其实也是在这里就放开了。他的瞄只是他的肌肉习惯，跟他说不定他是想要对准他的轨迹线而已。影片结束了，我是陈一凡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 Leo 大使频道，谢谢。我要看，真的啊？爸爸都这样讲，真的，你妈妈叫你喜欢，快点啦，哎，喜欢，没有，因为我是老幺，所以普遍都是被叫弟弟。哎，单喜欢弟弟。妈的，偷偷打劫。